上回咱们说到，莫卧儿帝国的黄金时代在奥朗泽布的弯刀下烧成了灰烬。这个把疆域扩到最大的皇帝，用40年战争耗干了国库。他死后，印度像被打翻的咖喱锅，皇子们内斗夺位，总督们割据自立，整个印度乱得像菜市场。而就在这片混乱里，一群戴三角帽的欧洲人正悄悄把船锚抛进孟加拉湾。他们带着账本和火枪，起初只是想换点棉布和胡椒，却混成了这片土地的统治者。今天咱们就来讲这锅咖喱最呛人的一段，当东印度公司的算盘珠子敲碎了莫卧儿的孔雀宝座，印度人怎么在殖民的阴影里熬出民族独立这碗烫嘴的浓汤。1498年5月，德里苏丹国那残破的旗帜还未落下，葡萄牙人达伽马已经驾着3艘帆船悄然驶入卡利卡特港。西海岸的渔民们绝不会想到，这些高鼻梁白皮肤的异乡人会为印度带来一场持续400年的殖民风暴。葡萄牙人凭借火炮优势，在果阿等地建立据点，垄断了印度与欧洲的胡椒贸易近100年。但香料的暴利从来不会只属于一个玩家。17世纪初，荷兰人把触角伸进了印度。为了对抗远洋贸易的高风险和巨额资金，这些号称海上马车夫的商业天才搞出了个众筹模式。他们公开集资募股，成立了联合东印度公司，还发明了股票交易所来炒卖公司股票。股份制让荷兰人调集远超葡萄牙人的资源，有了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1605年，他们在马六甲战役中直接干翻葡萄牙，抢了香料基地，股价也应声大涨。荷兰人赚钱的姿势太嚣张，大大刺激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同行。1600年12月31日，伦敦的215名商人在坎特伯雷伯爵的率领下，联名向伊丽莎白女王请愿。他们用对抗荷兰人、拓展英国贸易的豪言壮语，换来了一份王室东印度贸易特许状。英国东印度公司就这么抄着荷兰人的作业诞生了。尽管英国人的资本远不如荷兰人强大，但却精通人情世故。他们带着英国国王的亲笔信到莫卧儿帝国的皇宫里送礼拜山头，把贾汉吉尔皇帝拍得飘飘然。在皇帝的特批下，很快他们就在孟加拉湾站稳了脚跟。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们也深谙抱大腿之道，每次面见莫卧儿官员，必带着英国毛织品、威尼斯镜子和产自中国的瓷器作为伴手礼。遇到帝国军队征讨叛乱，他们甚至会派商船协助运输粮草。这种以商养权的策略颇为奏效。到17世纪中期，他们已在马德拉斯、加尔各答建立起稳固的贸易点，羊毛、棉布生意做得飞起。商场如战场，英国人显然动了列强们的蛋糕。1623年，荷兰人在安汶岛把10名英国商人砍了头，葡萄牙人则死守果阿，不让英国人染指西海岸贸易。东印度公司的应对简单粗暴，氪金买枪，雇人打仗。他们从英国本土招募退役士兵，在印度训练印度人当塞波役，把商站改造成带护城河的堡垒。1665年，公司派舰队偷袭荷兰的商站，用武力证明了贸易及战争的殖民逻辑。真正的转折藏在莫卧儿帝国的衰落里。1707年，奥朗泽布皇帝去世后，儿子们争位，地方总督纷纷自立，这个庞大的帝国迅速分崩离析。欧洲列强开始私下贸易的伪装，围猎这只将死的巨兽。法国人在本地治理建立势力，扶持亲法王宫；荷兰人争夺东海岸的纺织品市场，而英国人的主场在最富庶的孟加拉。东印度公司仗着莫卧儿皇帝早年给的免税特权，不仅偷偷修堡垒、藏逃犯，还绕过总督，直接跟地方势力交易，这把孟加拉总督希拉杰惹得火冒三丈。1756年，年轻气盛的总督率军攻占加尔各答，将拒不投降的英国商人塞进一间闷热的牢房，一个晚上就闷死了100多人，史称黑洞事件。消息传到东印度公司，一个叫罗伯特·克莱伍的小职员主动请缨，带着3000印度兵杀回孟加拉复仇。这点兵力跟希拉杰的5万大军50头战相比，简直是鸡蛋碰石头。然而公司有超能力。
战前，克莱伍派人偷偷将1箱金币和一张孟加拉总督的委任状送到了希拉杰的部将贾法尔手里。1757年6月23日，双方在普拉西的稻田里展开决战。英军小炮一开，贾法尔的部队当场反水，朝自家阵营开枪。希拉杰的战象被吓得掉头狂奔，踩垮了自家阵型。这场荒唐的战役，英国人仅损失22人，却轻松拿下了孟加拉的税收权，每年能搜刮200万英镑，相当于当时英国国库的1/4。普拉西战役让东印度公司从商人一键切换成了殖民者。他们把希拉杰枪毙，让贾法尔当傀儡总督，拿着孟加拉的税收招兵买炮，扩大地盘，势力像吹气球一样膨胀。曾经向莫卧儿皇帝磕头请求贸易权的小商贩，如今成了印度土地上说一不二的统治者。至于其他列强嘛，早就被挤到了观众席。葡萄牙人缩在果阿当钉子户，荷兰人被赶出了印度，法国人跟英国人打了7年仗，最终失去了大部分据点。东印度公司这个靠抄作业、抱大腿起家的商业机构，最终用火枪和贿赂为英国抢来了印度这张金贵的殖民入场券。接下来就是如何把这张票换成源源不断的财富了。普拉西战役的硝烟尚未散尽，东印度公司的老总们已经开始在孟加拉的税收册上勾画未来。克莱伍带着22人的伤亡报告回到伦敦时，股东们正在交易所里为公司股价暴涨欢呼。每年200万英镑的孟加拉税收，足以让他们忘记商人的身份，仿佛成了国王。公司的扩张机器很快运转起来。他们给傀儡总督贾法尔定了条规矩：税收收入先满足公司军费，再支付股东分红，最后才轮到孟加拉的民生。1764年，公司在布克萨尔战役中战胜莫卧儿皇帝。克莱伍带着卫队闯入沙阿拉姆2世的帐篷，用手枪抵住老皇帝的胸口，逼他签下《安拉阿巴德条约》。皇帝不仅要承认公司对孟加拉的统治权，还得把比哈尔、奥里萨的收税权双手奉上。作为交换，公司每年给皇帝26万英镑零花钱，这相当于把皇帝变成了领工资的傀儡。这套以印养印的模式玩得越来越溜。东印度公司用孟加拉的税收招募更多印度兵，给他们装备英国火枪，再派这些穿着红色军装的塞波裔去征服其他地区。为了让掠夺更体面，公司还搞出了套柴明达尔制度。他们把土地打包卖给本地地主，规定地主每年要按固定数额交税，交不上就收回土地。这招看似放权，实则把农民变成了双重剥削的对象，既要给地主交高额地租，往往占收成的50%，又得忍受公司的盐税、鸦片税。1770年，孟加拉发生大饥荒，粮食几乎颗粒无收，但东印度公司的税收却一分没减，反而因为地主欠税，没收了2000多个村庄的土地。东印度公司把商业垄断也玩到了极致，他们禁止印度棉布直接出口欧洲，却强迫农民种棉花，再运到英国制成布匹，高价反销印度。1780年，孟加拉的手工织布机有80万台，到1820年只剩20万台，无数织工要想不饿死，就只能去英国人开的种植园当苦力。更罪恶的是鸦片贸易，公司在比哈尔强迫农民种罂粟，制成鸦片后走私到中国，用赚来的白银购买茶叶，运回欧洲再赚一笔。1830年，鸦片贸易占公司总收入的1/7，相当于每年从中国抢走近100万两白银。就这种野蛮暴利的生意，东印度公司居然给干亏了。1772年，公司账面上突然出现140万英镑的亏空，不是赚得少，而是职员们中饱私囊太疯狂。克莱伍在孟加拉捞了几十万英镑，回国后买了个贵族头衔，普通商战职员也敢把税收款拿去放高利贷，年利率高达300%。1773年，英国议会忍无可忍，通过管制法案，派沃伦·黑斯廷斯去印度当总督，给公司套上缰绳。黑斯廷斯来了之后，搞了套文明化改革，建法院、办学校，统一税收标准，甚至禁止寡妇殉葬。但这不过是给腐败套上了一层文明的外衣。他把鸦片贸易变成官方垄断，还发明了战争外包模式，让印度王公出钱请公司军队打仗，
打赢后分一半战利品。1781年打赢麦索尔后，他个人分了5万英镑，却给印度人留下了100万英镑的战争债务。到18世纪末，东印度公司已经统治着印度2/3的土地，手下有20万军队，比英国本土军队还多。伦敦的股东们每年做着分红，印度农民却在饥荒中啃树皮，职工们砸毁织布机抗议，连曾经合作的王公们也开始暗中串联。1806年，瓦拉纳西的印度兵因为英国人强迫他们改信基督教，差点酿成兵变。此时的东印度公司早已不是那个靠特许状做生意的小公司，它有自己的军队、法律和税收系统，甚至能跟其他国家签订条约，说它是国中之国，一点都不为过。只是没人想到，这个靠暴力和掠夺建立的帝国，终将在半个世纪后被自己培养的印度兵亲手摧毁。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就像一座用掠夺和谎言堆砌的高塔，看似稳固，实则早已被底层的怒火蛀空。1857年的那个春天，一颗涂了油脂的子弹终于点燃了这座高塔的炸药引线。那年年初，公司给印度土兵配发了新式恩菲尔德步枪，子弹外包装需要用嘴咬破才能装填。可传言说，这些子弹的包装只涂了猪油和牛油。印度教崇敬牛，而穆斯林忌讳猪，对土兵们来说，这不仅是对信仰的亵渎，更像是殖民者的公然羞辱。4月，米拉特的85名土兵拒绝使用这种子弹，当即被判处10年监禁。愤怒的战友们在5月10日夜里砸开监狱，杀了英国军官，举着恢复莫卧儿荣光的旗帜冲向德里。德里的莫卧儿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，本是个拿着英国人的养命钱，每天写诗画画的傀儡皇帝，此时却被起义士兵推上了领袖宝座。起义像野火一样蔓延，勒克瑙的土兵杀了英国驻印总督的儿子，坎普尔的起义者把英国人关进仓库活活烧死，连奥德邦的王公都带着自己的军队加入了反抗。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机器瞬间瘫痪，伦敦的股东们看着股价暴跌，第一次感到了恐惧。他们在印度的驻军只有4万人，其中3万是印度土兵，而起义者一度达到20万。但殖民者的狠辣很快显露，在德里，他们逐街逐户屠杀，连带着无辜平民杀了2万人。更阴险的是，他们重操分而治之的旧业，拉拢锡克人、拉齐普特人，帮我们评判，好处少不了你们的。原本可能联合的反抗力量就这样被拆解得七零八落。1858年6月，最后一支起义军在瓜廖尔被击溃，张西女王拉克西米巴伊身中数枪，仍骑着马冲锋，最终战死在战场上。这场持续1年多的起义，让印度付出了数十万人死亡的代价，也让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彻底破产。英国议会终于意识到，让一个商业公司统治几亿人，简直是用漏船运黄金，既不安全也不体面。同年8月，英国议会通过印度政府法案，东印度公司被解散清算，英国王室直接下场，英属印度帝国登场了。维多利亚女王在公告里装出一副仁慈面孔，我们将尊重印度的宗教信仰，保护王公的权利。可实际上呢，税收制度没变，垄断贸易没停，曾经的公司职员摇身一变成了英属印度文官，只是股东分红的钱现在改从英国财政部的账上走了。英属印度政府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殖民统治换件文明的外衣。他们废除了东印度公司那些过于露骨的掠夺政策，却把更多精力放在了系统性剥削上。铁路网修得更密了，但这与印度的民生毫无关系，只是方便了印度原材料和英国商品更快地进出。税收这把刀也磨得更锋利了，农民要把收成的一半交给政府。1876至1878年南印度大饥荒，饿死了800万人，殖民当局却照样从印度搜刮了3000万英镑，其中一部分还用来给维多利亚女王举办印度女皇加冕典礼。有官员在报告里写道，饥荒是印度人口过剩的自然调节。这种冷酷无耻的经济理性，比东印度公司的贪婪更让人不寒而栗。社会控制也玩得更溜。
英国人大力推广英语教育，却只让少数精英子弟入学，目的是培养认同所谓英国价值观的中间人。这些穿着西装、说着流利英语的印度人，成了殖民统治的润滑剂，既帮英国人管理基层，又能替他们安抚民众。同时，殖民者刻意放大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，在政府职位、教育资源分配上搞宗教配额，让两派教徒为了这点利益斗得不可开交。没人再想起反抗殖民统治这个大问题。可压迫越重，反抗的种子就埋得越深。1885年，一群受过西式教育的印度精英在孟买成立了国民大会党，想给英国人提意见，改善些印度人的生存条件。但热脸贴上了冷屁股，迎来的却是英国人的傲慢反对和镇压。其后，国大党变成了印度民族反抗的核心力量。此时的英属印度就像一个火药桶，殖民者以为用分而治之和文明教化能压住引线，却不知那些被掠夺的财富、被践踏的尊严、被割裂的群体，早已让火药桶的引线越燃越短。而那个即将点燃最后火花的人，正在南非的律师事务所里思考着非暴力抵抗的可能性。1915年，一艘从南非开来的轮船在孟买靠岸，走下来一个穿着土布缠腰布、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人。没人能想到，这个名叫莫罕达斯·甘地的律师，会在20多年后用非暴力这把软刀子捅破英国殖民统治的硬鞘。甘地斗争思路奇特，他认为英国能长期在印度进行殖民统治，都是印度人积极配合的结果。如果印度人不再和英国人合作，殖民统治不就玩不下去了吗？1919年，英国人推出罗拉特法案，允许警察不经审判就能抓印度人。甘地怒了，他号召全国举行总罢工，学生罢课，工人罢工，商人闭店。殖民当局慌了神，派军队在街上巡逻。1919年4月13日，阿姆利泽的贾利安瓦拉巴格广场上，2万多民众正在集会。英国将军戴尔带着军队堵住出口，架起机枪就扫，打死379人，打伤1200人。事后，他还得意洋洋地说：“这是给印度人一个永远忘不了的教训。”这场屠杀成了非暴力运动的催化剂。原本对英国还抱有幻想的印度人，彻底看清了殖民者的真面目。甘地在《青年印度报》上写道：“戴尔的子弹打穿了我们对英国文明的最后一丝信任。”他发动了第一次全国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。甘地认为，印度民生凋敝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国人通过不平等贸易，把印度当成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。要破这个局，就得抵制英货，自己生产生活必需品。于是他搞起了自给自足的手纺车运动，抵制英国洋布，教大家纺土布，穿自家织的粗布衫。甘地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台手纺车，很快全国上下跟风，纺纱织布声响成一片。不得不说，甘地这招出手轻奇，却直戳英国人软肋。集市上的英国布卖不动了，英国纺织商急得抓耳挠腮。1922年，运动高峰期，200万工人罢工，6万学生退学，搞得殖民政府晕头转向。可惜，甘地对非暴力执念太深，运动中有人失控了，烧了警察局，他就主动停止了运动，自己还被抓进去关了6年。第一次不合作暂时熄火了。1930年，甘地卷土重来，这次他瞄准盐税这根英国命脉。盐是日常必需品，可英国人垄断生产，收重税，穷人连咸菜都吃不起。1930年3月12日，甘地带着78个徒弟从萨巴马蒂修道院出发，步行240英里，奔向阿拉伯海边的丹迪村，自己熬盐。这场食盐进军成了全球焦点，沿途村民夹道欢迎，报纸头条刷屏，英国人气的直跳脚。4月6日，甘地挑起海水，煮出第一把盐，这个象征性的举动点燃了全国。从旁遮普到马德拉斯，无数人冲进盐场，自制食盐对抗专卖。殖民当局逮捕了6万人，包括甘地和尼赫鲁，可监狱根本装不下，最后只能不了了之。面对这个乱局，英国不得不做出让步。1935年通过《印度政府法案》，允许印度各省实行自治，国大党在选举中赢得了多数省份的执政权。
但英国人却在选举制度里刻意强化宗教身份。穆斯林联盟因为赢得的席位少，争取自治失败，萌生了单独建国的想法。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像一场风暴，吹散了殖民统治的根基。但他在运动中大量融入印度教符号，却也让隐藏在民族运动中的宗教裂痕暴露在烈日之下。当二战的硝烟燃起时，这场裂痕将彻底撕裂印度，把国家推向分治的十字路口。1939年，二战爆发，英国让印度军队去北非、东南亚替英国人打仗。国大党提出先独立再参战，被英国拒绝。甘地随即喊出"英国滚出印度"的口号，全国再次陷入瘫痪。这次英国人下了狠手，尼赫鲁、甘地全被扔进监狱，还打死了1000多名抗议者。监狱外的穆斯林联盟却借机悄悄崛起。穆斯林领袖真纳抓住国大党被镇压的空隙，在1940年拉合尔会议上正式提出两个民族理论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民族，必须分治。他游走于穆斯林聚居区，用被印度教徒压迫的恐惧动员民众。战争拖垮了英国的国力。当1945年二战结束时，这个日不落帝国已经日薄西山，没力气再按住印度这块肥肉了。战场上的印度士兵带着一身伤痕回国，他们见识了英国的衰落，也厌倦了为别人的帝国卖命。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分歧越来越大，强烈要求独立建国，街头时常爆发宗教冲突。1946年，英国举行制宪会议选举，穆斯林联盟在穆斯林选区赢了90%席位。真纳拿着选票说：“这是真主的意志。”同年8月16日，真纳发动直接行动日，号召穆斯林上街游行。然而，民族主义一旦煽动起来，就难以控制。加尔各答的游行很快变成了屠杀。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这对曾经共同反抗殖民的好兄弟反目成仇，手持砍刀互砍，3天内3000人死亡。英国政府知道再不放手就要出大事了，于是他们派来了蒙巴顿勋爵当最后一任总督，并给他下了死命令：1948年6月前必须解决印度问题，否则就撒手不管了。蒙巴顿是英国王室成员，在印度服过役，还当过二战东南亚的盟军最高统帅，按说威望素卓，能镇得住场子。他到印度时，眼前是个烂摊子。国大党要统一印度，穆斯林联盟要巴基斯坦，562个土邦想独立。蒙巴顿先是脑洞大开的搞了个迪克西方案，让印度各省各邦先各自独立，然后再自行联合重组。但这遭到了国大党的强烈反对。尼赫鲁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你这是要将印度切碎。”无奈之下，蒙巴顿决定简单粗暴地解决问题，按宗教划界，印度教徒多的地方归印度，穆斯林多的地方归巴基斯坦，土邦自选归属。真纳听到这个方案时，眼里闪着光，他梦寐以求的巴基斯坦终于要成了。可尼赫鲁和甘地却心如刀割。甘地在祈祷会上哭着说：“分治就像把我的身体劈成2半。”但面对越来越凶的宗教仇杀，他们也只能妥协。1947年6月3日，蒙巴顿在德里通过广播宣布实行分治，可边界线却被藏到最后一刻。英国律师拉德克利夫拿着地图，在德里的豪宅里闭着眼画了条拉德克利夫线，把旁遮普和孟加拉拦腰斩断。8月14日，巴基斯坦宣布独立。真纳在卡拉奇宣誓就职时，声音因激动而颤抖：“我们自由了。”第二天，印度独立，尼赫鲁在红堡升起国旗。午夜钟声敲响时，印度将告别黑暗。但黑暗才刚刚开始。边界线公布后，一种莫名恐惧控制了整个印度，上千万人开始逃亡。印度教徒从巴基斯坦往印度跑，穆斯林从印度往巴基斯坦跑，路上全是刀光剑影。旁遮普的火车到站时，车厢里堆满尸体。孟加拉的村庄被烧成白地，河里漂着无数浮尸。这场迁徙至少50万人死于非命，比2次世界大战印度死亡人数的总和还多。最棘手的是克什米尔，这个土邦77%是穆斯林，王公却是印度教徒。巴基斯坦派部队武装进攻，想解放同胞，印度则说王公已签署加入协议，派军队进驻。
两军在斯利纳加城外打了起来，克什米尔成了印巴第一张战争牌，至今没停。独立那天，甘地没去德里，而是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里劝说互相砍杀的教徒放下刀。他想用自己的生命换和平，却没能如愿。1948年1月30日，一个印度教极端分子冲进他的祈祷会，连开3枪。甘地倒在血泊里，最后说的是“嘿，罗摩”。真纳也没笑多久。他建立的巴基斯坦东西两部分之间隔着1600公里的印度，语言文化全不一样。1948年他病逝时，巴基斯坦已经埋下了分裂的种子。最终1971年，一场战争让东巴基斯坦变成了孟加拉国。建国的礼花终究没能掩盖血与泪。5000年历史的印度，带着殖民时代的伤痕和宗教的仇恨，分裂成了3块，并走进了各自的未来。而这片撕裂的次大陆，至今还在为当年的决定付出代价。